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今天没有错，来到了车上，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全新的 FSD Supervised Version 13。那 Version 13呢，它目前呢有很多的新功能会增加下来，但现阶段呢，它只是把一部分的放出来。我们今天测试的版本是 Version 13.2.1，也就是在软体更新里头的话，它的这个更新代号呢是 2024.39.15。那界面的软体呢，目前还是 Version 12。有些朋友可能应该已经收到界面的 Version 13，但是因为有 FSD 的朋友们还没有收到界面的更新的 Version 13，目前还是在 Version 12。但是 FSD 的部分呢，已经更新到 Version 13.2.1哦。那早期你如果是 Hardware 3.0的朋友们呢，现阶段 Version 13还没下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因为我的车子呢是 Hardware 4的关系，所以已经收到了最新的 Version 13哦。那在这次 Version 13的更新里头呢，有几个蛮重要的更新会下来，但现阶段因为它好像是把它分成每一次的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更新，所以呢有一些功能还没下来。在它的软体更新里头，它有写说是 upcoming improvement， 就是再下来它会放出来的功能哦。那这次的这个 Version 13.2.1里头，最大一个功能呢，应该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呢，直接在停车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启动哦。那比方说，你现在如果是停在路边，或者是停在一个车位里头呢，你可以直接上头打了你要去的地方，按一个按钮呢 ，FSD 就可以打开了。那之前呢，你一定要是把车子开到低档以后呢，你才能把 FSD 打开。现在的话是直接车子停的时候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蛮重要的是，再下来车子也可以倒车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试给大家。那有一个功能我是蛮期待，只是这一次更新还没下来，它把它归类在 Version 13后续的更新里头呢。这边上头有写哦，是车子可以直接停到路边，或者是帮你找一个停车场里的车位停下来，或者是停到你的，比方说你的车库前面的 driveway 呢，甚至自动停到车库里头哦。那再下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只是现在很可惜，目前呢软体更新还没下来。不过没关系，我们这次主要就是测两个最大的新功能，一个就是车子可以直接 FSD 直接启动，不需要是你直接开到低档；另外就是倒车的功能哦。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好了，首先你如果是要在停车的时候就把 FSD 启动的话，在车子的设定里头呢，你会看到在 Autopilot 的界面上头有一个 Start FSD from Park 这个功能呢，你一定要打开，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在停车的时候把 FSD 打开，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那再下来，它下面还有一个选项是你可以选择说是要不要踩刹车去确认你这个选项哦。那我们先把它关掉好了。那我们就在附近随便找一个地方，我们经常去测试车子的一个节点，随便设一个导航。那录出来了，我们就这里荧幕上头大家就可以看到是说它写 Start FSD。那这里你直接按 Press and Hold， 它就开始了。那车子呢，它就基本上是就自动了，车子就已经开始倒车了。我们现在在一个车位头，它就直接倒车了。其实真的很顺哦。那倒车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在那个召唤里头就已经可以使用，只是现在是它把它连贯到 FSD 上头，也可以从停车位倒车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蛮方便的，你就不需要是好像一定要自己把车子启动啊，然后你才有办法使用 FSD 哦。那我们现在就让它顺着开到我们刚刚设定的目的地。
从我收到 Version 13到目前这几天为止呢，我测试下来，它其实真的都是非常蛮顺，它真的是非常顺哦。那跟之前比起来的话，是顺很多。你如果是刚开始使用 FSD 的朋友们，你可能感觉不出来，因为你没有之前的那些不能算惨痛的经验，就之前比较惊悚的经验吧。那从我最早以前用到现在，真的是进步了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这1年下来，它进步速度真的是快了不少哦。那它开车已经不像之前一样，好像是一个就是年轻人刚开始上路那种感觉。大家还可以注意到是现在呢，我甚至基本上手都不需要放在方向盘上头了，因为它会侦测我的眼睛有没有在看那个路，包括我就算是戴了太阳眼镜呢，它都可以侦测到哦。那当然，你如果把这个车内的那个上头的这个摄像头如果遮起来的话，你的手就必须要一直握在方向盘上，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注意。那再来另外一个，它也会去侦测说你有没有去乱使用手机，你如果低头没看路的话，它马上就会警告你哦。那警告太多次呢，它就会暂时把你 FSD 功能关掉。那这一段路呢，我们基本上是之前很多测试 FSD 的时候，我们都在这段路上头测试。大家整体上如果看下来，它已经跟之前比起来顺非常非常多，开车也不会有什么很突兀的关系。那当然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它的速度跟反应可能没有你自己快，主要也是因为是 FSD 它一定是讲求安全为优先，但你要想说一个车子可以自己这样子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哦。好了，那再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我们刚刚设定的目的地哦。那我等一下找个路边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路边启动的功能哦。再下来呢，我故意找了一个前面是死路的一个地方哦。我现在希望它要么是到前面回转，要么是它前面做个3点转。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哦。那一样呢，我也是这边在停在路边的时候，直接就把 FSD 打开，然后就让它自己去开。那前面呢是一条死路，我在猜它应该是会做个回转才对，因为这边有足够的空间做回转。对，没有错，它这里真的就是做了一个回转。那因为它刚刚没有呢做到我想要它做的这3点转的这个功能，所以我现在在找另外一个死路呢，看看有没有办法让它强迫它做3点转的功能哦。好，我们现在一样换了另外一条路，前面一样也是死路哦，一样把 FSD 打开，看看有没有办法强迫它做个3点转。来，现在开始。哇，有哦，它真的就在这边直接做3点转咯。不错我原本刚刚以为它是会开到前面一点再转，没想到它直接自己意识到前面是死路，当下在那边就做3点转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好啦，以上就是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全新的Version 13的 FSD 的第一段的更新哦。那是有点可惜的，它并没有把那自动找停车位的功能加下来，但是我想在未来的更新里头下来的话，真的是把整个全自动驾驶的系统真的是会变得完善了不少。那这次的更新呢，增加了可以从停车的时候就可以把 FSD 打开，并且呢，它可以从停车车位以后把车子倒出来。再来呢，就是它可以在死路的里头呢，去决定说是否要做个3点回转哦。而且它那个3点回转真的是非常非常顺，让我是蛮惊讶的。这几个功能呢，我想对很多已经有用过 FSD 的朋友们呢，真的是会方便了不少。那我们之前没有回转的时候，它就要一直在那边绕，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回转功能嘛。那后来加了回转以后呢，方便了不少。那没有倒车，现在倒车也来了，真的是系统越来越完善了。
真的是非常期待它下一个 Version 13的更新。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用过 FSD 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哦，FSD 的功能更新越来越多，真的是太棒了。哦，对哦，我应该去买个咖啡才对。